好，各位学员，今天教大家画金花鼠。金花鼠也是属于松鼠中的一种啊。松鼠有被称为是金钱鼠，很贵气。在国画里面，它是有很深的寓意的。它代表什么？万代绵长啊，多子多福，象征的那个子孙人丁兴旺啊。而且我们的金花鼠更可爱，比松鼠还要可爱啊！它的背上有5条深色的纹路，通体是黄色啊，像金有地方像金色啊，所以它叫金花鼠。我们的这个松鼠题材是从古到今是非常深受文人雅士的这一个青睐，经常会把它作为一个绘画的题材。如果说一只松鼠画在这个花卉里面那就是情趣盎然，非常有意思啊。好，听我这么一说，是不是也想养一只可爱的小金花鼠啊？确实这样，现在的金花鼠很受年轻人的欢迎啊。很多人养猫、养狗、养兔子，现在养金花鼠的人也越来越多了啊。它很聪明啊，很聪明，很听主人的话，跟主人互动非常好。好，稍微了解一下金花鼠，我们来开始教大家画可爱的小金花鼠。那么用到的笔是小号笔，还有我们的丝毛笔2支，外加1支中号笔。但是我们的中号笔要干净的，要一支干净的才行。对，这么3支笔干净的笔都比较干净都没有调过墨的，除了这个颜色调过墨，这个笔。好，颜料的话，我们用的是赭石色然后它的尾巴是珠标，用珠标。OK， 我们开始用小号笔，先用小号笔点水，洗干净虽然是笔是很干净，但是还是要洗一下，因为要调颜色洗完的笔都要吸下水因为这个笔上的水分太多了之后，它画下去这个深宣纸会扩得很大，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洗干净的笔把水稍微吸一下找张废纸吸一下。好，点一下水吸完水我们重新去点，然后调赭石。赭石多调一下，调匀一些调匀一些。整个笔全部是赭石色，整个笔。笔尖我们的笔尖蘸点墨，这样是一个前面是墨色，后面是赭石这个渐变色调出来。好，我们先画第1支在这里画。首先第1笔画头，摁下去这笔画这个头部的时候注意它那个不要画太大因为金花鼠没那么大好，我们到这个地方开始画金花鼠上来一点，画到这个地方。首先第1笔这个摁下去，折一下往里面转一下这一笔前面是深的，后面是浅色的这个赭石。好，笔尖再调浓墨，画它的小耳朵，1、
啊，好，可以马上把它吹干啊，马上吹干它。把这个笔稍微洗一下啊，稍微洗一下，因为它有墨，上面有墨，稍微涮一下，稍微涮一下这个啊，稍微涮就可以。然后把水吸干，好，再来调赭石，重新调一下啊。刚才是因为笔头上面有墨啊，所以一定要把它洗干净。同时调好这个颜色之后啊，还不能用啊，把它放到这个地方放着，用那个丝毛笔调点浓墨，放在这个地方啊，放在这个地方等着啊，多调点，备用。可以调的稍微湿一点啊，这个感觉大家可以去体会一下。调稍微湿一点点啊 ，OK。好，放到这儿啊，放到这个地方，拿回这支笔，刚才调好赭石的笔，开始画它身体。画身体，我们的金花鼠是背是弓的啊，背是弓的。好，从这个地方下来又上去，像个S形，你看到没有？整个像个S形，这样下来。上去，好，点一点水啊，用笔尖点一点水，把这个笔调一下，润一下，刮下水啊，在这个地方在肚皮上面再画一笔，一共是2笔啊，2笔，然后再调一下，放在这里啊，再调一下。在这个后腿上转个圈，啊，从这里开始转个圈，啊，好，再调赭石，笔尖调点深色的赭石，深的赭石啊，笔尖再调点深的赭石，啊，没办法，为了让你们看近镜头啊，所以这个盘子我就拿起来啊，然后。这个往后这里摁下去，往后走，拖到后面去啊，一定要拖到后面去。现在啊，这个笔尖蘸点墨，先调赭石，再蘸点墨，啊，笔尖蘸点墨。现在是前面是赭石，后面是墨，一点点啊，没有那么深，啊。朝这个地方摁一笔，在它的后面这个大腿这个地方，啊，这个地方摁准啊，摁一笔，啊，好，再用黑色的墨把这个角画出来，1、2、3啊，画4个角，后面1、2、3、4啊，好，拿出丝毛笔，这个赶紧啊。调这个墨，蘸点水，有点干了啊。调，在背上画3条线，1、2、3。让它这个炸毛啊，让这个毛起来一下，起毛。好，把这个笔洗干净，调淡赭石啊，淡赭石，把这个头啊调尖一点，把头补起来，在这个地方啊，中间留条白边啊，拿一条白线留出来。好，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把它吹一下，吹一下。
这个颜色就变淡了啊。再拿出丝毛笔，调浓墨啊，点一下鼻子，点一下鼻子，中间画一条线，然后再画一条线，然后中间还点一个眼睛。所以我们金花鼠啊，它好像带一个眼线的感觉啊，这里。这个时候把整个身体画好之后，开始画尾巴。尾巴我们用丝毛法，调开笔，把笔压开啊，这是我们前面讲过的丝毛法啊，不用压得太开，这么开就可以了。好，现在只剩四两笔啊，再重新压一下，好，可以。好，画尾巴从这个地方开始啊，这个地方，先撕出这个它朝向是怎么样的啊，先撕出来，然后开始侧撕。再侧撕，啊，这个尾巴没那么大，记住我不要撕那么大。撕完之后再撕，多撕几遍啊。好，上面再出去一点，再侧撕。交叉一下，它的尾巴很密啊，很密。我们可以把纸挪动一个方向，倒过来啊，这样，这样撕，看到没有？尾巴稍微弯一点啊，稍微弯一点。尾巴它一定要有力，撕出来的毛啊，它比较有力度，很有张力。松鼠很灵动的，它每个关节啊都是很活动的这种感觉，所以你要很灵动，撕得很干脆啊，不要软绵绵的。好，这个时候啊，画完之后，我们可以把这个尾巴可以染色，其实也可以不用染色啊，都可以。啊，这尾巴撕出来就挺好看的啊，但是为了教学，我还是把它整个流程告诉大家怎么去染色啊。好，染色的话，我们是用中号笔啊，中号毛笔，中号笔啊，洗干净，洗干净它啊。这里有个猪标的颜色啊，猪标放到这里来啊。这里都已经被搞脏了啊！猪标颜色，调猪标，再来一点啊，少了它不显，多了它太红了，所以我们要把这个颜色调准啊，这个就差不多了，再加点。颜色一定要调准啊，在心目中感觉到已经很准了，再往上去染，这样的话你就不会出错啊。好，可以了，稍微刮一下水啊，稍微刮一下。好，染它的话就是比较干脆了
直接过来了，用中号笔直接过来了，直接过来，这是一笔，然后外面再来包一笔，这样可以了啊。好，金花鼠的它那个尾巴不像那个大松鼠那么大的尾巴，它很灵动的啊。然后吹一下。好，吹完之后，我们还是拿回这个笔啊，拿回这个，把那个还有一个腿可以看得到了，这个边腿是被尾巴遮挡住了，看不到了。那么这边腿是可以看得到的。调赭石，这个笔要干一点啊，调赭石，加点墨，笔尖加点墨，在这个旁边轻轻的摁一下。啊，在这里摁一下，啊，笔尖再调点墨，一丁点啊，一丁点，把它小爪子再画一下，好，吹一下，吹一下。拿出丝毛笔，啊，这个是要干净的丝毛笔啊，干净的丝毛笔啊，2支丝毛笔都用到了，调点白色，调点白色啊，一点点就够了啊，我们不要浪费啊，因为白色你画不完的话，它马上就干了啊，很快就干了。调点白色，在这个上眼皮这个地方画个白圈，下眼皮也可以画个白圈圈啊。画完之后啊，中间点个高光就可以了啊，就可以了，这个就完成了，这个笔就用完了。再拿另外一支丝毛笔，就是刚才丝尾巴那个啊。洗一下笔，洗干净啊，再调淡墨，画胡须，调一个淡墨，好，给它把它吸一下水啊。金花鼠的胡须是比较淡的啊，从这里开始画胡须啊，所以你这里一定要吹干，你不吹干的话，你画上去就晕开了。好，1、2、3、4啊，这样的1、2、3、4啊，画几个都可以啊。好，这就是我们金花鼠的画法啊。如果说你画一个花卉啊，下面配一个金花鼠，我觉得是比较养眼的啊。好，那么下节课就教大家画一个坐姿的金花鼠啊，坐在那儿的金花鼠。好，这节课我们画一个坐姿的松鼠啊，坐姿的，洗干净笔，吸一下水，调赭石，调色的方法跟这一支是一样的，就是说它的动态不一样。好，调完之后啊，这个水要刮一点，太多水也不好。笔尖调深的墨色，用笔尖转啊，用笔尖转。这个我们在前面课程中啊，讲过怎么去调墨，有个专题啊，一个专辑，大家可以进去看，多看几遍啊。有这基础东西我们还是要去多看一下。好，拿下来。
那么这个松鼠是坐着的，那么这个头啊是一个弯的啊，有点弯曲的状态。啊，这个弯曲状是这个样子的，它头是弯的啊，这样用啊，这头是这个样子的，然后眼睛在这个地方，耳朵在这里。所以你这个笔啊，你在用笔的时候啊，你摁下去之后啊，摁下去之后往后转一下啊，用手往后转一下啊，才有这个感觉啊。这个是白纸，当然画不出来这个效果啊。所以你要在生宣纸上面啊，要这个动作是走过来，往下去一点，笔肚啊，往下去一点，这样还有个弯曲度啊。好，具体操作，我们重新调一下颜色，赭石色。调完之后刮一下水啊，刮掉。笔尖调墨，可以了。好，怎么去弯一下？你看哈，这里啊，摁下去了，我先弯一下，看到没有？这样它这个头型就出来了。这个一定要记住啊，是这样的。笔尖调浓墨，那么这个墨已经干了，很浓了。耳朵一个在这个后面啊，一个在这前面，点一下，吹一下，还是要吹一下的啊。好，这个是要洗一下笔，再调赭石啊，赭石色。没有颜料，加点赭石。它的身体部分啊，这个松鼠的身体部分啊是这个样子的，比如这样子，这样子啊，这是鼻子、眼睛、耳朵在这里啊。它这个背是这样的啊，这样的。这个弧度，所以你要用笔的时候是这样，然后再过来，啊，是这个背部。啊，上一节课那个松鼠是 S 型的，这样，啊，这两种几乎是一样，就是把这个方向改变一下。这是我们的运笔的轨迹啊。好。调好墨之后啊，先往下，再把它拱起来，转下来。好，再加一笔，然后用淡的赭石把笔稍微减大啊，在笔洗里面洗一下，刮水，吸一下水啊，调个淡赭石色啊，淡赭石。在这个地方转一圈，在这个地方啊转一圈，看我们的宣纸的这个起毛就挺好的啊，非常好。点水，调赭石，先调淡赭石，在笔尖蘸点赭石，水不要太多啊，水不要记住不要太多水啊，控水。这个需要你们去练习啊，练多了就知道这个要控多少水了啊。好，他在吃东西，那么这个手从这里往后走，往后拖到下面来，洗笔，调淡赭石啊，调淡赭石。洗完笔之后要吸水的啊，调淡赭石，把肚子画上去，这里留点白。马上用丝毛笔调浓墨啊，丝毛笔调浓墨。
速度要快啊，不然它干了后背。所以为什么把黑色备好？好，画3根啊，先画中间的，啊，再画后面的，最后画下面。啊，它的墨炸开了，这个炸的就比较好啊。这个也加深一些。好，等它炸开之后，马上吹干，不能再让它炸了。这就可以了啊，它不会再炸开了啊。好，洗干净笔，吸水，调淡赭石，很淡的赭石，把头给它补全。这个调水调墨给大家看一下啊，淡赭石啊，把这个头给它补全，就是一笔摁下去的，一笔尖尖怼住这个地方的啊，中间留个白边，这一定要留白啊，这一定要留白，留上白你才是这个是到位了啊。先补一下。好，调赭石，调赭石色，水要干一点啊，水要干一点，要把笔肚的水吸走。因为我们画啊，这个写意画就把水控好，不控好的话，你的形就很难画出来的。你的水太多了，那个形就很臃肿啊。在这个地方摁一笔，它的角在这个地方啊，摁一笔的，摁一笔。好，它再加点笔尖，再加点墨，笔尖加点墨，在这个前面也摁一笔。它的前面是浓啊，颜色深一些啊。好，这个它看到2个腿儿，2个脚爪啊，这里，哎，再来一个，这个是对应的那个啊。好，这个手就只看到1个手，就不用画了。好。然后再加上那个浓墨，它的浓墨画爪爪啊，把那爪爪画出来了，画4个爪就行了。啊，这只看了3个。啊，这边小手1、2、3、4啊就够了。这是抱一个东西在吃的感觉啊。好，笔就可以洗干净啊，这个笔就完成它的这个使用了啊。拿出4宝笔，调浓墨，点鼻头和眼睛啊。干了没有？一定要干啊，不干你就不能点了啊。没干，不干你点的试一下，马上那个鼻子变成了这个球体啊，圆球了。对，吹干之后我们再点鼻头，中间画一条线，然后画上这个黑色的眼球、眼睛。好，这个笔就用完了啊，洗干净。换另外一支4毛笔，点高光的啊，调白色啊，这个白色干了，所以白色我们尽量每次啊用少一些
它干的很快，一干这个白色就不好用了。调白色，点高光也不用，就点一下就行了。这上面还是要亮一点，亮一点。好，换笔，换丝毛笔，准备撕尾巴的毛啊。尾巴的毛撕法跟前面是一样的。好，把笔压开啊，压开笔啊。所以我们的撕毛法要尽快的掌握啊，这样的话你画动物、画蝴蝶、画一些小昆虫都用得着的这个撕毛法，很实用的啊。它可以使你的水平提高很多。好，这个松针尾巴是这样的啊，弯曲的，像 S 型一样的，所以从这个地方开始撕啊，从这个地方开始。好，一直转上去，先把这个形态，先把它的形态啊撕出来。好，这个形态出来，然后再加深。我们在撕毛的时候经常讲，我们的毛要撕好几次才能撕的比较到位的啊。也要交叉啊。好，再压笔啊，压笔我就不给你们展示了，这个压笔大家应该在前面就应该学会了啊。这个纸啊，这个纸要去啊挪过来，这样撕。好，再还原，就慢慢的把它撕出来啊。再压笔，始终围着这个 S 型去撕毛，你就不会有错。所以第一个是比较重要的，这个形状一定要出来，你的丝毛才是在这个正确的路径上面啊，否则的话你的丝毛就不对了。反复撕，多撕几次啊，多撕几次。好，这个尾巴就撕出来了啊。后面细一点，后面前面细一点，后面慢慢就粗一点。换笔，换一个中号笔啊，调这个珠标，点点水啊，调成珠标，用干净盘是吧？你看颜色干的特别快啊。点水，我们取水都是过点，取水都是点水啊，这个里，这个在前面都讲过啊，画的时候不要忘了。好，从下往上染，从下往上，这样调尖一些，啊，像个鹅丝形一样的，然后再染一下。好，注意一下形啊，注意一下形。
旁边都可以施点水啊，施点水，再染一下。好 ，OK， 吹干它啊。好，这个松鼠画好了，再是胡须啊，胡须，洗笔，吸水，调浅淡色啊，淡色，淡的颜色，这里调个淡的颜色。在纸上画几笔。好，这样的，1、2、3、4啊，这个胡须啊画的比较有力度一些，你这样画有点难度啊，这样拨出去了，你干脆把纸这样啊，这样就好了。好，我们的松鼠啊，金花鼠的2种动态啊，学会它。我们要想学会画斜翼啊，不管是小斜翼还是大斜翼，都要学会概括。什么是概括？就是要把一些细节怎么去把它省略掉，该画的地方一定要去认真刻画，像尾巴、眼睛、鼻子，包括耳朵这些地方你可以认真刻画，像身体的部分你可以简化，这就是写意画的一种手法，看起来非常的灵动，生动活泼，好，这是2种松鼠的这种写意画法啊，大家多做练习。